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周国平在《人与永恒》中提到，所有人际互动都有无法逾越的终极界限，这一界限虽模糊却确切。所有纷争与冲突都源自意外的企图突破这一界限。在人际交往中，秩序是至关重要的。关系愈好，规矩愈需要坚守。规则是来管理感情的，一旦规矩混乱，就涉及越界，界限模糊，友情可能瓦解，甚至敌对。无论关系多好，也要谨守5项规则。这些规则并非刻板的规定，而是对和谐相处的经验总结，有助于维系感情。1. 保持礼仪，礼尚往来。《礼记》中有云：往而不来，非礼也；来而不往，亦非礼也。在人际交往中，礼尚往来原则至关重要，不应让某人频繁送礼物，而自己却吝啬。明智之人理解感情平衡法则，懂得回报。虽然自身财力有限，但应尽最大努力回馈，感激别人的善意。遵循礼节原则还包括维护礼仪，不失态。对待长辈、晚辈、朋友、同事等都需要遵循不同的礼仪，不可忽视辈分，不可无视尊卑，不可玩笑过火。至少应当对他人使用恰当的尊称，不可轻易取外号，如对爷爷取外号则大逆不道。不乱来的礼仪规则反映了个人修养，有学问的人通常更注重礼仪，因为他们尊重他人，始终坚持3人行，必有我师，这也使与之为伴的人成为老师。2. 言辞谨慎，避免尖刻。虽然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是一种美德，但过分直率的言辞容易冒犯人，尤其是在人多场合，人们往往注重面子。比如在聚会中，揭示朋友的个人问题可能引起误解和不悦，因此言语要谨慎。每个人都有自尊心，特别是在众人面前。当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时，即使朋友生病，他们可能不愿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因此不要滔滔不绝揭示他的伤痛，这会使朋友感到尴尬。如快乐就好日志总管所言，言之要慎，留余地给别人，控制怒情，留面子给别人。人际交往要具备度量，能容忍，避免尖刻言辞，不应因关系亲近而刁难别人或刻意制造问题。出言有度的规矩展现了个人自我控制和沟通技巧。真正善于言辞的人三思而后言，用简短的话语令人温暖，使友情更加融洽。3. 保持距离，不要太亲密。过分亲密容易带来麻烦。如俗语所说，人与人走得太近是一种灾难。亲近意味着看到对方的缺点，过于频繁的交往会浪费时间，导致双方感到烦躁。良好的朋友通常是相聚不长，再次见面时才真正享受。夫妻和朋友之间的平淡交往通常会持续下去，不会感到烦腻。那些过于热情的人往往是出于互相利用，暂时热情，但以后获得了利益就会变得冷漠。古人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意味着平淡是长久关系的关键。过分的热情交往只会增加彼此负担。正如您所提到的经验，深刻反映了维持适当距离的重要性。4. 帮助但不加重负担，有些事情不应干涉。为朋友义不容辞的提供帮助是理所当然的，但应确保不是帮倒忙，也不是在一切事情中都插手。某些问题需要保持冷静的态度，让朋友自行解决。例如，朋友的感情问题，如果介入可能导致误解，特别是如果涉及异性朋友，要小心以免被误解。朋友犯罪时，不能涉足做假证，否则自己也会受到指责。朋友的财务状况应保持适当的保密，不要过多追问他们的经济情况。人际关系有时需要保持中立态度。帮助朋友时，
要分辨时机，确保帮助真正有益，而不是盲目干预，特别是在情况不清楚的情况下，需要弄清楚事实才能发表意见。帮助但不加重负担的规则有助于保护自己，不因朋友的问题而陷入困境。理解朋友不会因此降低友情，而那些不能理解的朋友，如果少交往也没关系，证明这种友情不值得继续。5. 不计较过去，一起走向未来。不应过分关注他人的过去，只要不再有负面行为，就不必过分介意。纠结于他人过去只会让自己不开心。友情是一起努力，为了美好未来而携手前行。过去的纷争对友情没有益处，把过去当成谈资的行为更是不明智。人人都会犯错，过去的事情只要没有持续影响现在，就不应再提。不计较过去的规则有助于使个人心胸更加开阔，充满包容。人际关系需要互相包容，才能保持长期友好，避免感情扭曲。无论友情多好，以上规则都不应被忽视，违反规则会导致不适感、互相不满，最终可能导致友情破裂。理解他人，接受他人的好意，也有自己的原则。